大家好，我是梵天，欢迎来到梵天与小白的区块链 Podcast。大家好，我是小白。像今天的话呢，是由我跟小白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像我们的小白同学也从香港这边上课回来，终于与大家见面了。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录制了一期的视频啊。对，因为昨天那期视频，说实话，它那个声音有点小。对，我们今天我们在工作室就整个早上也在调试，那现在的这个声音应该会好比较多。然后梵天是这样子，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天的数据啊，就说比特币的现货 ETF 流入1亿美元，今天单日的交易额在46亿美元。然后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吗？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一个流入与流出的情况，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评估到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它的市场热度是怎么样的，它的市场情绪是怎么样的。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2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当初的话，整个比特币的现货 ETF 它是流出的一个状态，知道吧？而今天的话，从昨天27号的数据当中来看的话呢，也就是昨天还有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虽然说这个金额比较小，只有1亿美元，但是这里面也同时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市场啊，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多空博弈的一个阶段了，知道吧？那今日的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为77，好像比昨天增加了1啊，昨天是76，然后等级从极度贪婪降为贪婪啊，这个是今天的数据。对，其实这里面也可以跟那个比特币 ETF 这边做一个搭配。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今日恐慌与贪婪性指数呢？像昨天它的指数是75嘛，对，然后相比今天的话，昨天的话呢就增加了一点点。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啊，今日恐慌与贪婪性指数，也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它那个市场情绪氛围，它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增加。因为这个恐慌性贪婪指数里面，其实也就包含了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市场交易量，以及包括社交媒体的热度、市场调查，以及整个比特币在这个市场当中的比例，以及包括谷歌热词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从这里2个数据，一个是现货 ETF， 还有一个的话呢是恐慌性指数作为一个搭配，我们就可以评估出目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它的市场热度到底是是一个小牛市的行情呢，还是一个震荡式的一个行情。像我们通过前段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然后再加上现在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回暖，其实也就进入到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一个多空博弈的一个阶段了。对，而且我看就是昨天这个比特币的行情还在92000多，就有一个回落嘛。那其实今天这个比特币的行情要到95000多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对，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当中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呢，比特币价格上涨了4.23%，其实这个涨幅还算是可以的。它最低的话呢是直接去到了91800，然后最高的话呢是直接去到了97000。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整个比特币的价格在接下来可能长达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能都会维系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震荡的区间的话呢，就是在10万美元到8万5美元之间进行区间震荡。你看现在的价格的话呢，就直接来到了9万5。距离10万美元的话呢，大概还差5000美金嘛，然后往下走的话，差不多相差1万美金。那我们这个操作建议，小白，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怎样的一个考虑呢？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有讲过，就是昨天的9万2的一个价位，说买进去的话是否合适？我记得当时你说好像是说可以再等它再往下掉。就是等到8万多的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你讲的话呢，大概是在9万左右，然后分批买进去，然后在8万7到8万5左右，就再分批买进去会比较合适一点。就8万7跟8万5，我们把它看成就是近期的一个最低位，对，进行这个资金配置。对。那有说今天9万5000多的这个价格买进去的话，它的这个资金的百分比的这个配置是不是要更少一点？不，如果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去到9万5，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价位。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阶段。所以来讲的话，这里面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如果它接下来走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你想一下，它到10万美元，它只有$5000的一个上涨空间，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它可能不只是上了10万美元，但是10万美元毕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然后的话，它比下有余的话，就是说它比下的话，它可能会直接去到85000和87000的位置。那你想一下，它回落的空间有将近1万美元到7000美元左右，但是它的利润空间到10万美元，差不多也就只有5000美元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介入这个市场，它的盈亏比肯定是不合适的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从95000多的这个价位的话，目前其实买进去是不太合适的，而且至少来讲，它买入的契机点的话呢，不太合适。所以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观察一下会比较好一点。甚至说，在这个资金，就是在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市场上，资金分配的话，目前可能按照这个价格，可能就暂时先不动，对吧？对，就是多看少动嘛。就是毕竟做交易，你不要因为做交易做交易嘛，你可以多观察，等待这个市场，等待机会出来。而且我觉得做整个加密货币，包括做其他的品种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耐心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沉得住心的话，那么你纯粹就是在给交易所这边创造更多的手续费了。好的。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每一期视频的下方都会有我们的一个电报群组的一个加入的窗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加入我们的那个电报群，然后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把这个最新的讯息及时发布上来。对，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话呢，都会追踪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无论是主流币还是山寨币，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个及时的一个跟随和追踪。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电报群里面及时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互动交流，包括我们自己这个 podcast， 然后的话，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的话，也会分享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里面通过链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然后因为昨天加入进来的朋友呢，就跟我们聊了一下佩佩币啊，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来简单讲一下佩佩币，就看一下房天对佩佩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佩佩币的行情。佩佩币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四。今天是礼拜四了，对不对？然后礼拜四的话，意思就是这一周的交易大概还有3个交易日左右吧。如果加上今天的3天半的交易日，对不对？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佩佩币的周线图。佩佩币的话是连续2周的下调，但是来讲的话，它前期2周它的上涨幅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10月11号左右，就是在月初左右，佩佩币的话它的上涨幅度是比较大的。直接的话呢是上涨幅度超过72%，当周的话上涨幅度72%，现在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高位震荡下行的一个格局了。所以佩佩币的话，你说这个时候介入，如果你是多单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继续持有，都是没事的。如果你是空单的话，那么你就做一个短期短炒就好了，你不要持有周期时间太长，因为未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可能还会延续一个继续上涨的一个格局的。所以我觉得佩佩币现在的价格它并不是顶点，未来可能还会不断的再创出新高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价位，如果说我们把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分配到佩佩币的话，是不太合适的。至少来讲的话，你多单你持有的比例不要太长，你大概持有个10%就好了。好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以太坊吧。行，我们可以讲一下以太坊。昨天的话呢，以太坊的价格是直接出现了一个上涨的格局，而且它上涨的幅度的话，要比其他的加密货币要更加强劲一点。昨天以太坊直接上涨了9.86%。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就是以太坊的近期的话，更多的是以观望为主，就暂时不要介入以太坊的行情，因为以太坊的期货它的空单持有量在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现在正处于一个多空博弈的阶段，整个趋势还并不是特别明朗。如果你这个时候介入的话，你很难把握这个脉络，知道吧？
因为昨天讲到以太坊的时候，其实你给出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说重点去关注以太坊的话，不如把这个关注点就是在搞币上面，可能热度还好一点。对，因为我那个时候给出的建议的话呢，就是以太坊暂时先作为一个离场观望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在整个比特币也是作为一个离场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的话，如果你真的很想去介入这个市场的话，我反倒认为的话，像狗狗币和 Solana 这些币种，可能就是介入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我们这边也可以看一下是狗狗币的一个行情。狗狗币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像昨天的话呢是上涨了 3.66%， 然后今天整个亚欧盘时间段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行情。现在整个亚欧盘的话呢是上涨了 0.85%。那狗币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做资金这个管理配置的话，可能这个比例要比比特币还要多一些。如果我们这里当然只是讲做现货嘛，就是如果你做合约的话，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然后的话，狗狗币的话，我个人你可以近期主要操作的币种的话，如果你没有介入这个市场当中，你可以选择狗狗币和 Solana。而狗狗币的持仓比例的话呢，你可以达到 30%到 50% 都是可以的。而且狗狗币现在的行情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它直接在23号的话呢，创出一个 0.47 的一个高点，所以接下来整个狗狗币它都是围绕在 0.33 到 0.48 左右的一个区间进行震荡。如果它突破了 0.48 的话，那它很有可能会上涨到超过 0.5% 以上去了。那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向好的情况。目前整个狗狗币它的市场热度也好，市场活跃度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并不用担心说它的多头动能不足，但是来讲的话，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到目前整个整个加密货币的整体市场环境，它并没有像前段时间那么火热了，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降温。所以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根据恐慌性指数和 ETF 这边来追踪整个市场的热度和市场的活跃度。最终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因为马上现在临近春节了嘛，对不对？临近春节的话，那我们如果说是华人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者也好，可能更多的，就怎么说呢？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来讲，我们在想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特别狗狗币啊，或者说比特币啊，那么可能我们很多关心的一些朋友，可能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套现的一些机会。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当然的话，我不是说这些力量最终会影响到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但是我们更多的毕竟打造的是一个华人社区的一个区块链播客嘛。对，所以可以持续关注，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包括加入我们的电报群，持续关注这个最新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市场行情。对，如果你有什么一些奇思妙想啊，或者一些想法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直接或者说有一些持仓的一些币种，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报群，或者说在视频下方跟我们这边取得联系。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建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就结束啊，谢谢大家。对，然后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追踪房天与小白的区块链 Podcast。然后的话，接下来当中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币种会提供给大家分析的。然后今天的时间的话呢，是北京时间2024年10月28号下午2点钟2点半。然后明天的话，我们到时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好的，那期待我们明天的见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